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双截龙三代》。可能很多的小伙伴当年玩过红白机版的三代，但是从来也没有玩过或者是见过街机的版本。由于发售地的不同，街机的双截龙三代又分为两个版本，分别是美版和日版。我现在玩的是日版，为什么没有玩美版呢？因为美版新加入了一个商店的系统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，多了一个商店的系统，游戏的元素会更加的丰富。但这款游戏的商店和大家想象的不同。进入商店之后，如果咱们想要买商店里边的物品，咱们需要再投游戏币。那商店里边能够买到什么呢？能够买到人物的属性，提高你人物的攻击力之类的。另外能够买到武器，能够买到可使用的新角色，甚至能够买到游戏的招式。比如说你使用双截龙兄弟的时候，你出场是没有旋风腿的，如果你想使用旋风腿，你就需要到商店里去买，并且要投游戏币。所以我才选择了日版给大家录制，因为日版当中开场你就可以使用的道具、具备的招式和人物属性，在美版里边你需要投5到6个游戏币才能够体验得到，这也太黑了呀！咱们现在到一些游戏厅，一般见到一些大型的机台，比如说光枪射击类的。可能它需要投3个游戏币才能够玩，咱们就觉得已经很黑了。那大家想一下，当年这样一款游戏，如果你想体会到游戏全貌的话，你需要5到6枚游戏币，这个吃币效率简直就是原地起飞啊！街机版本的3代和红白机版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它可以选择4对8个角色。其中每对角色主要就是颜色的不同，包括了双截龙兄弟、比利和吉米，还有乌尔基德斯兄弟、大山兄弟以及陈兄弟。我选择的就是陈这个角色，后来演化成了红白机版本的第2关 BOSS， 也是击败之后可以使用的一个角色陈清明。在街机版，它的招式包括了近身的跳跃抓人，使用屁股骑脸，另外还有倒地的追加。这个角色甚至有旋风腿，但是使用旋风腿的按键时机很难掌握，你需要刚刚跳起来就要按腿的攻击键，否则的话就会出空中的2段踢。第2关的场景是在中国 ，BOSS 叫李成龙。第1关的场景是在美国 ，BOSS 是吉姆。这里的游戏背景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街机版的动作打击感比红白机版要粗糙一些。对面进入受创硬直之后，咱们还可以进行抓取。Mission 3 Japan 街机版本的剧情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双截龙兄弟在击败了2代的影子武士组织之后，进行了2年的修炼。这个时候比留子找到了双截龙兄弟，告诉他们如果想要变得更强，需要收集散落在世界上的3枚罗塞塔之石，并且解开石头中的秘密。大家注意，剧情当中没有提到双截龙兄弟的道场被人袭击，也没有提到玛丽安被人抓走，
所以本作的最终 BOSS 并不是暗黑玛丽安，而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。剧情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走向呢？是因为在街机版的双截龙2代里边，玛丽安在开场的剧情当中就已经被杀害了，并没有红白机版本双截龙2代那样复活的剧情。所以说，在随后的街机版的3代也就没有提到玛丽安。但是红白机版本2代的最后，玛丽安复活了，所以红白机版本的3代就加入了玛丽安被抓走，并且变成了暗黑玛丽安的要素。而且其实红白机版本的日版还有美版，它的剧情也是不一样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详细的了解一下。第3关来到了11区，这里的 BOSS 就是柳生乱葬。红白机版本打完它之后，它就会加入。街机版它的难度也是比红白机版本要高的，血量到达一定程度就会施展分身。我刚才这一招飞扑就是跑动攻击，因为陈兄弟的移动速度比较慢，跑动攻击应该是他所有招式当中机动力最强的了。最后用了一招倒地追加，把 BOSS 带走了。Mission 4. 罗塞塔之石已经收集到了2个，第3枚在意大利。对面竟然拿着弓箭，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吧！我是空着手啊。BOSS 已经出场了，骑着一匹马来回跑。陈兄弟跳起来抓人这招看起来是一招化学攻击啊！比利和吉米的这招是跳起来在对方的头上甩一下，但并不像红白机版本甩的那么远。第4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朱里亚诺，他近身还是很强的。打他最好就是起脸，你在 Y 轴突然接近，然后跳起来按拳攻击就可以。他如果进入硬直了，咱们就可以摔他。摔的话需要从背后接近，这点和红白机版本是不一样的。我怎么被摩托撞了一下？我感觉我是在闪光，是在无敌呀！可能很多小伙伴注意到了，每次过关之后我会增加一定的血量，这是日版特有的福利，美版是没有的。美版想要加血，你可以投币呀。投币加血的设定让我想起了美版的兽化战士，还有复联，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录制过。第5关的场景来到了埃及，这也是最后一关了。这种兽化战士在红白机版本里没有。米溜子还要引导咱们向金字塔的内部前进。我这里被石头的机关撞了一下，掉了30点血。
所以说，别看咱们现在血量有300多，其实不是很扛搞的。第2关的 BOSS 李成龙，2拳1脚把咱们打倒，大概就要掉70点左右的血量。这个地方要打一个变了颜色的朱里亚诺，但最讨厌的就是有一个血滴子的机关，它大概每盘旋3次会下来撞你一下。我还是利用跑动攻击来躲。大家别看每次他起身之后是一个硬直的状态，如果我没有和他窜线的话，他起身会直接攻击我的。这里是踩红色的砖块才能打开机关。这种粘土人的小怪特别难处理，最好就是近身2拳1脚。如果跳跃攻击的话，很容易他就把自己变成土块了，你打不到，并且这个家伙竟然还会远程攻击。好像打倒了一只又刷了一只吧。这里要打比留子了，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原来是利用主人公异形收集罗塞塔之石。其实我觉得街机版本的剧情，如果没有玛丽安要素的话，主人公的动机不是很充分。人家跟你说石头有秘密，你就去收集啊。我感觉比利和吉米甚至有到超市抢鸡蛋的潜质了。比留子进入了密室的里侧，但是应该是中了诅咒挂掉了。这里只有一个棺椁，所以咱们只需要打一个木乃伊。他是比较怕跳起来飞踢这招的。其实咱们还可以弹墙踢，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。掌握好节奏和距离就可以。这里是 BOSS 的1形态，打完之后就会变身了。看 BOSS 的体型比较大，应该是无法抓取的。最终 BOSS 战，克里奥帕特拉的真实形态。我打他的套路就是在 Y 轴拉开距离，然后使用跑动攻击来进行压制。如果你在横轴接近的话，他直接就把你推飞出去了。像气功墙一样，这招可能当年大家玩红白机版也没少吃。BOSS 的血量不是很多，但是咱们要严格的执行咱们的战术。这里我被推飞了一次。已经打完了。打完之后获得了验后的财宝，并且主人公一行把财宝分给了世界上贫苦的孩子们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双截龙3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